迎持续锁定新闻大白话，我是黄韵晨。首先来为您介绍来宾，第一位是我们的前立委邱毅，主持人好，大家好；以及前海军舰长吕礼诗，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我们先来看到啊，今天呢，全世界都在关注这场世纪会谈，那就是要在这个巴基斯坦举行的美伊双方会谈。而现在呢，这个伊朗议长呢，他已经抵达了巴基斯坦，但是啊，他强调啊，心怀善意，还是不相信美国。他说呢，他们很有诚意要达成协议，但是就是因为过往的经验啊，让他们很难真正的去信任美国。希望美方呢能够在谈判中展现达成协议的意愿，给予伊朗人民应该有的权利。而现在最高领袖也发声了，这个穆杰塔巴说呢，伊朗呢对荷姆兹海峡的管控呢是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任何袭击伊朗的人都将要受到惩罚。也说呢，要向侵略者来进行求偿，而且他们的武装部队呢，还是随时待命的。他们说啊，由于就是过去以色列跟美国啊，常常谈到一半就开火了，所以呢，我们的武装部队还是保持着完全的戒备，准备好要随时开火。而且他们也把这个荷姆兹海峡的管理呢提升到了一个新阶段，保持啊对该海峡控制的主动权，绝对不会放弃伊朗的合法权利。所以啊，这场会谈呢就是非常的关键了。而举办方巴基斯坦呢也是高度的戒备，他们的谈判方式是怎么样呢？美伊双方代表团呢会分别去跟巴基斯坦的总理夏巴兹会面，然后之后呢才会会谈正式展开。而目前呢，不仅是这个伊朗方面的这个代表团已经抵达了，我们来看到呢，美方的代表团呢也已经抵达了巴基斯坦。而现在呢，这个伊朗方面呢，8国的高官呢也是现场的来迎接。我们看一下这个画面哈，这个巴基斯坦的这个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还有国民议会的议长以及陆军参谋长还有内政部长都来迎接。那么伊朗方面呢，是由这个议会的议长卡利巴夫还有外交部长阿拉奇等高级团员组成的伊朗谈判代表团。而且就是为了要守护这场会议啊，F-16也现踪在伊朗港口城市附近去护航代表团。好，这是巴基斯坦军方啊，为了要确保安全，展开啊被专家称为是钢铁护航的军事任务，出动了 JF-17还有 F-16战机以及 C-1煽动运输机、加油机、预警机都前往中东地区。好，那不仅是如此啊，就连这个谈判的首都，巴基斯坦的首都也宣布了哦，要放假2天，这样子怎么样才能够方便他们去严密的部署保安措施？那么军警呢，也是在市中心升高维安，并且啊，在举办会谈的饭店周边呢，是设立了3公里的红色警戒区。好，巴基斯坦总理说啊，他们很想要实现持久停火，但是需要透过谈判来解决复杂的难题，而这正是成败在此一举。好，我们刚刚说到了这个伊朗还是虽然要谈呢，但是还是说我们准备好随时可能开火。而美国方面是怎么样呢？副总统范斯也说了，说啊，如果伊朗人呢愿意真诚谈判呢，他们呢是愿意伸出和解之手。但是如果他们想要耍花招的话呢，就会发现我们谈判团队不会轻易接受。而同时呢，川普也说了，说呢，美伊谈判的结果将在24小时之内明朗。很快就会知道了。而我们美国呢，也正在为军舰去填装精良弹药，这些武器比之前用来打垮他们的时候还要好。好，他们已经准备好了，如果谈判失败的话，弹药都随时准备填装。但是呢，《经济学人》杂志是评论这一次的战争，不论是有没有谈的怎么样川普都是最大输家。好，《经济学人》说了，说对美国而言呢，这场战争暴露了军事优势的局限。尽管美军在 AI 还有低成本作战上面展现优势，但是其军工厂却无法及时的补充物资，而且川普的威胁要摧毁伊朗文明的言论呢，也被外界视为是对外交政策还有道德权限的一个亵渎啦。所以当美方的优势不在，然后川普的这些言论被延上。这些和谈似乎也是给川普自己一个下台阶吗？我们先来请教资深媒体人谢海斌斌哥。这一次这个和谈当然看起来是真的要举行了，
那你说伊朗这边对美国不信任，这非常正常。我想，如果这时候他还信任美国，那才是怪事。已经连续被人家这样子恶搞2次了，所以这一次双方的信任基础是非常低的，所以能够谈出来什么很迅速果决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吗？我其实是存疑的。我认为这中间变数还很多，但不管怎么样，能够愿意开始谈，当然是好事。所以你也看到巴基斯坦准备的非常周延，不但护航，然后首都还放假，那目的就是为了把变数减到最小，不希望有任何的突发状况去影响到谈判。那这也是巴基斯坦少有的高光时刻。然后讲，如果这一次谈判真的能够顺利过渡，然后得到一个明确的结果的话，那巴基斯坦的国际地位其实是提高蛮多的。那当然大家也都知道，这是中国大陆在背后也有进行斡旋，也有进行一些努力。那连川普都不否认这一点哦。那可是问题是，现在看得出来是双方的价码都要得非常高，伊朗提出来的条件其实是很严苛的，看起来美国是不会同意的。那川普的态度也是一直在变，他一开始说伊朗的10个条件是很 OK 的，是可以接受的，所以可以谈。可是后来他又说那10个条件不是他看到的那10个条件，那所以他到底看到的是什么条件我也不知道。那美方提出来的条件看起来伊朗也是不太可能会接受，所以在这种状况下，双方到底要如何谈起，这当然就很令人这个存疑啊。那可是呢，川普现在又调子拉得很高，说反正24小时之内就会有结果，然后就我们有精良弹药，意思就是说，如果24小时之内谈不出来，就要开打嘛。可是老实讲，这么大的一个谈判，你说24小时之内就可以立刻获得结论，我觉得可能性非常低。那难道川普要因为这样再开打吗？那当然，他过去很多东西都随便说说，所以这次是不是也是随便说说，不知道。可是你看，伊朗也是准备了，他也随时在防止，就是甚至有可能正在谈判的时候，美国再突袭你一次，也不是不可能发生这种事，因为上次美国就这样干的。所以我觉得会不会谈到一半就大战又重新开始，这也不是不可能会发生的事。那范斯在那边警告说不要耍美国，我觉得至少从整个事件发生到现在，每一次在耍人都是美国吧？伊朗什么时候耍过你？我是没有看到，都是美国自己背信弃义，讲好了，突然之间又变脸，然后每一次今天说这样，明天说那样，都是美国在耍人啊。所以我觉得范斯是不是搞错对象？那问题来了，就是这一场战争，美国到底获得了什么？因为照理来说，美国一开始目标应该是很明确，你要摧毁掉伊朗的核武器，你要造成伊朗的政权更迭。结果呢？结果你一样目的都没达到，至少到目前为止看起来你没有达到任何目的啊。那如果就此停火结束，那请问一下，美国这一场花了这么多的经费，然后就是造成这么大的伤亡，那结果是什么？好像毫无意义啊，进行一场毫无意义的战斗。而且更糟的就是看伊朗的态势，以后他真的要长期管控荷姆兹海峡。那如果这个情况真的出现了，那不是开战之后打了这个1个多月，结果造成了一个比开战前还要恶劣的结果吗？那请问一下，这到底在干嘛？所以现在越来越多人认为，其实这一场战争的输家真的是川普，因为从事实的结果看来就是这样子演变。好，如果谈判破裂的话，川普真的会动用他所有的精良弹药吗？但这样又能够解决问题吗？我们来请教小舰长。其实有关于这个精确导引的武器啊，已经用，也就是全数而出了，已经拿不出来。现在唯一没有使用在战场上面的，也就是暗鹰的这一个高超音速飞弹。不过暗鹰有它的限制，为什么？因为暗鹰它实际上可以带着弹头，不超过30公斤。那你不到30公斤的弹头，你到底想要做什么？那是核弹头啊，所以暗鹰没有用在战场上面。不过其他的全部精锐进出了。那我们刚刚讲到说啊，有关于为什么要提到诚意这个问题，也就是你美国没诚意啊。那怎么样有诚意呢？也就是我们先看到啊，这个有关于赫格塞斯，他在之前就讲了，美军还在中东徘徊，这个徘徊其实是我们讲到的3个航空母舰打击群，2个这个远征部队
打击群。那也就是说，我们讲到说有2个那个可以登陆的部队，有3个那立刻可以对陆地实施攻击的那个打击群。我们想请问，这个是什么诚意啊？这个是把刀子架在脖子上的诚意吧？然后我们看到说，现在这一个整个的一个中东的态势，也就是我们讲3个，为什么是3个？大家不要忘了福特号啊，福特号它已经重新的归队了。那另外呢，也就是我们看到这一个林肯号在这边，然后现在布希号也准备前往。那在这个位置呢，也就是我们讲到印度洋这里，除了林肯号之外，就是迪利波里号的远征打击群了。另外，我们讲到他连预备队都准备好了，也就是全狮号的这一个打击群。那我们如果说看到现在的状况的话，那如果从这个经济学人的角度啊，他其实提了一个大家比较少谈论的观点，也就是这一次为什么直到现在为止，川普急于要离开战场？因为最重要的是，大家把美国看透了，原来你是纸老虎啊，你连这一个伊朗这个国家你都打不动。而且真正的原因是什么？是你的工业实力，也就是你的飞弹跟不上。因为大家突然发现说，为什么我们看到的都是对伊朗发射源源不断的飞弹来打击这些海湾国家，或者是打击以色列？但是呢，其实我们看到之前啊，无论是爱国者或萨德，其实它的拦截率都不像那个大家讲的。那当然，这跟他的这一个我们常常讲到的一个他的一个我们讲到说他的一个禁令有关啊。因为我们讲到通常提到爱国者啊，他都是shoot look，也就是他对于一个目标要发射2枚，可是因为它的1枚的拦截率大概75%到80%，但是呢，你发射2枚的话，它的拦截率就可以超过90%，可不是发射3枚就变成210了。那个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那不能那个拿出来讲啊，会笑死人了。那但是呢，如果我们来盘点一下这一次，如果以 political 的角度来看，也就是美国他觉得他赢了，但是大家都觉得他是输了。那我刚刚讲到有一个部分最重要的就是工业实力的部分。那另外呢，现在其实双方都还在准备中，其实大家都觉得他们好像是要进行和谈，可是所有的和谈条件通通都是对冲的。伊朗说我要一个国家的尊严，我要继续发展我的弹道飞弹、我的无人机，还有保持我的这一个浓缩铀。可是美国讲的恰恰好，就是对冲，就是你不可以持有这个浓缩铀。不过我们这样讲平衡一点啊，也就是世界上这么多使用核电的国家，有几个国家有浓缩铀了？没有。所以这又印证了一件那个John Mearshey Hammond 的这一位进攻的现实主义大师他讲的说，如果他是伊朗总统啊，他早就已经有核武了。因为美国说你有的时候，你最好要有，不然你就会被打到烂，结果你还真的没有。好，川普说24小时之后就能够见真章了。不过这场和谈成功的几率是多少呢？我们来请教邱毅委员。国际谈判是我的工作哈，我们在做国际谈判的时候，一定会考虑到4个面向。我们从这4个面向来看这一次美伊谈判的后果。或者它的变化，第一个就是过往的经验，在过往的经验里面，伊朗已经被美国耍了2次啊，一次在去年的12日战争，另外一次就是今年的2月28号，而在2月28号，伊朗还牺牲掉了48位他国家的高级重臣，包含了哈梅内伊。所以他已经被骗了2次了，可是这一次，他还是相信美国，他还是相信巴铁，所以呢，到巴基斯坦去做谈判，这第一个面向。第二个面向叫做现实的状态如何？刚才韩冰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
到底川普要什么？川普要什么？其实，在电视墙上面，川普已经告诉你了，美国要喘一口气呀。美国打到现在打了1个多月，他要喘一口气呀。所以，川普不是告诉你了吗？他要调兵遣将啊，他要装填新的弹药武器呀，他才有办法能够继续把这个战争打下去，才能够把伊朗打趴。所以这个叫做把谈判当成是缓兵之计呀。川普在想的就是边打边谈。刚才小舰长也说了，现在布希号还有卡尼号的导弹驱逐舰都在往战场在移动，然后一大堆的军用的运输机频频的出现在中东的战场上面，美军的基地上，这完全就是在调兵遣将，在准备好在谈判一定的阶段的时候发动一场更惨烈更大的战争。而伊朗的部分士气本来正旺，孙子兵法说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死。当你发现又被骗了，第3度被骗了，这时候士气已经低迷了。第3个叫做变数，它的变数到底如何？其实变数很明显嘛，以色列仍然继续在打黎巴嫩的南部，以色列仍然派了战机，有人固定翼的飞机以及无人机进入了伊朗的境内，他根本跟川普之间，说实话，不是川普被纳塔雅胡绑架，而是2个人根本就是唱双簧，一个黑脸，一个白脸，2个在扮演舞台上的一个共同目的的角色吧。最后一点就是促谈者的分量，或者叫做鲁仲连的分量。促谈者是巴基斯坦啊，巴基斯坦有这么大的分量，可以让美国跟伊朗都能够顺利的大家达成了一个平衡解，一个 solution。 你认为有这个可能吗？即使后面扬言说有中国的助力，有俄罗斯的助力，还有沙特，还有埃及，还有土耳其，但是毕竟它是巴基斯坦，美国没有把巴基斯坦放在眼里的啦。伊朗相信巴基斯坦，沙特也是巴基斯坦的盟友，但是这一个作为促谈者的分量是不够的。综合以上4个面向，我认为这一个美伊的谈判大概要失败了。好，所以24小时之后是停火协议的签字，还是更猛烈的炮火呢？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继续谈。打到现在，伊朗已经抓住了美军的战略盲点了吗？来看到啊，现在呢，美国的无人机呢又坠毁了荷姆兹海峡吗？哦，这个是美国海军的一架 MQ-4C 海神在荷姆兹海峡上空失联了。疑似呢是正在返回意大利基地的途中呢发生了紧急状况，随即呢就消失在雷达的追踪画面中了。但是现在还没有办法确定这个无人机是自行坠毁，还是遭到外力击落。但是啊，它一架造价就逾2亿美元呢，哦，现在呢又少了一架，2亿又没了。而另外来看到啊，现在呢，美国内部又有间谍了吗？哦，现在 FBI 呢在8日的时候逮捕了一名40岁的前陆军威廉斯，指控他什么？说他多次的向记者泄露国家国防机密，违反了间谍法。那 FBI 的局长也说了，说本案呢是对潜在泄密者的警告，说逮捕行动啊就发生在川普公开要求彻查 F-15E 战斗机伊朗坠毁救援泄密事件的数日之后呢，并且呢还有军媒形容啊，这个报道影射
引发了外界的关注。好，除了抓这个内部的间谍之外呢，现在呢，外交杂志分析啊，其实这场战争啊，也让大家看到了云端神话不在，因为科技业呢，长期将云端呢描述是一个很有韧性啊、无国界的一个很好的发展，但是啊，这场战争修正了这个认知，云端啊这一个实体位置呢，其实啊可以被一辆二手车价格的无人机给炸烂。这是一场人类对抗 AI 的战争。好，这场战争呢，关于 AI 基础设施主导权的间接战争，让中国发现啊，它根本不需要直接打击美国的资料中心，只要借助伊朗呢，就能够用更低的成本来进行打击了。另外，我们来看到啊，这场战争能不能够停火的一个关键呢，也就在于黎巴嫩。好，但是我们来看到，伊朗的议长就很明显的明确的说了，呢，我们谈判呢有2个先决条件，第一个呢就是你黎巴嫩必须要先给我实现停火，那第二呢是冻结伊朗的解冻伊朗被冻结的海外资产，而且伊朗外长也说了，任何伊美之间的停火协议同样都得要适用在黎巴嫩，也就是呢以色列必须要停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那么以色列是怎么说的呢？纳坦雅胡又说什么？与黎巴嫩之间不存在停火，以色列军方对黎巴嫩南部呢也发动了非常多次的空袭。看到这个画面，他们的这个炮火根本就没有停过，而真主党呢也是一样，继续的朝黎巴嫩境内的以色列军队去发射火箭袭击。不过黎巴嫩战事呢，现在好像出现了转圜美媒就曝光了，说以色列的态度呢，为什么会有转变呢？来看到纳坦雅胡就说了，他已经授权会尽快跟黎巴嫩来直接谈和。美媒就说了，为什么他会有这样子的转变呢？其实还是因为白宫施压啦，白宫一施压了之后，他们的态度才有所转变。于是呢，黎巴嫩的总统府就说了，黎巴嫩跟以色列大使呢，已经在美国华盛顿进行了首次通话，那么双方也同意呢，周二在美国国务院举行首次会议，商讨停火以及确定的谈判日期。好，但是呢，现在美伊已经要谈了，黎巴嫩下礼拜2才谈，这样子来得及吗？那不就是说好了，就是黎巴嫩继续打，那伊朗又不愿意来进行和谈了吗？好，不过我们来看到这场战争似乎也跟这个金钱画上了一些关系那就是在塔口前夕呢，又有人精准下注了。我们来看到《华尔街日报》的分析说呢，川普在3月23日突然宣布暂停打击伊朗的前15分钟，有超过了7.6亿美元的原油期货合约易手，上述异常交易引发了市场的质疑，怀疑有人能够提前获得有关川普政府政策调整的内部消息，来借机牟利。好，那另外来看到这场战争打到最后呢，英国呢决定要跟美国下更多的无人机订单吗？好，英国首相施凯尔在9日的时候与川普通话，讨论军事部署以及要怎么样让荷姆兹海峡复航的后勤安排，同时宣布打算要采购新型莱茵级飞弹给给英军还有这个波湾的盟友使用，要来对抗伊朗的见证者无人机。好，所以呢，这个军火商又再赚一笔。所以这场战争这样看起来黎巴嫩打得很惨，然后这个军火商赚满满，还有川普身边的人也可以内线交易。到底这场战争是让谁获利了呢？请教小舰长。我们讲到 RQ4 的话那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一个轨迹那如果我们看到它这个轨迹的话，其实它在这个霍姆兹海峡这里不断的进行征收。那它征收完之后，其实这是一个返回的路径那但是原来是这样返回，但是它为什么向东北转？那它向东北转之后，你明明就是要去的是伊朗不是去意大利你这个意大利应该是继续的往西北走你为什么往东北走？其实我们讲说有关这个 RQ4 的这一架无人机它的高度其实可以，它的一般的飞行高度其实最高可以飞到我们讲到的15000公尺不是英尺但是如果我们看到刚刚这张图我们就可以做一个初步的研判。研判什么嘞？我们来看它的高度一直维持的很好它的高度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它一直维持在
15000公尺的这个左右啊，可是它的速度忽快忽慢，黄色的这个代表它的速度啊，它的速度忽快忽慢，忽快忽慢，为什么？因为他在看这一些游轮啊，到底是哪一些游轮？那他在鉴别，因为它上面它的机体上面是有一个光学征收系统的，那它可以看这到底是什么船，然后跟 AIS 做一个合并的一个研判，然后看看现在是哪些船在准备过货物资，那这一些到底跟这个无论是中国大陆或者是俄罗斯有什么样的关系啊？那这个是我们讲到说，其实是一个杀伤链它的一个建构的过程啊。但是它的这一个我们讲到说，它的这一个发现、定位、追踪的部分呢，就仅此而已。到后来他要把这个资料交出去的时候，他就已经被击毁了。所以这一个距离，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一个距离，绝对不是用肩射式的飞弹打下来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伊朗啊，它其实防空能力还是很薄弱的存在。对于他想要击落的目标呢，他才会发射飞弹。但是我们讲这次的战争的真正的特点叫做第一次人工智慧战争，伊朗冲突呢，那也就是我们看到这一次，其实我们看到说，它的历史意义在于，首先将人工智慧、自主系统以及商业技术呢，其实整个整合在一起。它整合最重要的是什么？它将这个卫星啊，或者是我们讲到刚刚提到的无人机的这一个监视与侦察与情报，还有地理空间的这个应用，全部整合在一起。所以对于美国来讲，他认为说这是一个点燃人工智慧之火的一个行动。但是这一个部分呢，只有美国做到吗？没有。那中国大陆有做到，而且中国大陆展示出来，也就是我们看到密商科技当初展现的这一张照片啊，这张照片其实也就是部署在卡达的这一个长程预警雷达哦。那这一个字是什么？这一个红色的框是什么？红色的框也就是这一个 AI， 他觉得这一个需要进行研判的目标，研判的内容他会写在上面，这可不是人打的。然后当时还很多人质疑啊，最近几天我们看到照片了，这一个长程预警雷达哦，它的内部已经被打烂成这样。虽然我们看到它的雷达的这一个发射以及接收单元似乎没怎样啊，可是它的里面却是凌乱不堪，所以不能使用。所以我们可以从这里看到 AI 的技术如何是跟战争结合。好，不过我们来看到以色列愿意停止在黎巴嫩的战争吗？美国的施压又到底有没有用呢？请教邱毅委员。从这里就看出来了。伊朗很可能在这次美伊谈判中第3度被耍。其实卡利巴夫就是伊朗的议长，他的方向是对的，也就是如果美伊要谈判要停火，或者谈永久性的、持久性的这个停战，要先决条件有2个，一个是什么？一个就是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的无差别攻击要停止。第二个是要把美国在海外冻结的伊朗相关的资产要解冻。我们先不谈第二个，谈第一个。那既然条件如此，那以色列跟黎巴嫩的所谓的停战就应该先谈啊。先谈了以后有了结果，以色列不再攻击了，然后美伊再谈啊。可是你发现这一次是什么？这一次的时程安排是美伊先谈，然后以色列跟黎巴嫩再谈。那我请问你，以色列会不会在这几天内又发动对黎巴嫩南部的攻击，借此让美伊的和谈最后瓦解掉？那纳塔雅胡他的审判的问题、腐败贪腐案的问题，他又可以延后了。这中间有这么明显的一个漏洞，伊朗的谈判团队竟然没有发现，没有做及时的补强。好，第二个更有趣了，美国的 FBI 为什么去抓那个泄密的那个女员工呢？
到底什么泄密啊 ？F-15E 战机在伊朗的境内坠毁，2个飞行员，这时候美国营救啊，川普不在称赞这是史上最成功的营救行动吗？那还泄什么密呢？我们终于懂了，为什么美国对伊斯法罕那一个破旧的旧机场的救援行动，为什么要出动176辆战机？为什么要动员将近300个特战队员？所以它的主要的目的不是在营救飞行员，它主要的目的是在伊斯法罕要去抢夺伊朗的浓缩铀。他所谓的抓泄密，是抓这个泄密，而不是抓营救飞行员的泄密。好，这个泄密案竟然是扯到了间谍案，但是真的是如川普所说吗？好，我们现在来请教彬哥。其实这个泄密案有点奇怪，因为他们现在说抓他的理由是讲他2022年到2025年的案子在泄密，跟这次的 F-15E 好像又没有直接关系。但是《星条旗报》用影射的方式说他跟这次 F-15E 有关。可是他是前员工前员工要怎么去泄这个密？所以这是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情啊。他如果没有直接接触机密资料，要怎么泄密？而且更怪的就是他现在被抓，他13号要开听证会，然后呢，那个被指控他泄密给的那个记者现在出来帮他喊冤，说他就是一个普通人啊。那大家不觉得很奇怪吗？如果你连这个泄密的员工都抓了，那为什么不抓这个记者？这不是很怪吗？那是那个记者负责登的，那结果他没事。这个很奇怪，我不知道他到底在搞什么鬼。这恐怕有一些其他的问题在里头。那当然，现在看起来，美国跟伊朗双方的条件是差距非常非常大。对伊朗来说，他当然要求一定要黎巴嫩这边要停火，因为黎巴嫩真主党是他小弟啊，他总不可能大哥不顾他，因为真主党是因为伊朗才被打的，那他总不可能说啊我自己安全就好，你们就随便了，就让你去死，那不可能嘛。那但是以色列会放手吗？纳坦雅胡本来讲的，一副很坚定的样子，但是现在又一副态度很暧昧的样子。可是这到底在干嘛？但是我认为纳坦雅胡不会停手。对，我认为他不会停手，因为对他来讲，真主党的威胁其实比伊朗还大。讲实在话，因为真主党就在他旁边，对啊，所以随时都会对他发动攻击。而且他现在占了黎南这些土地，他才不想还回去，他就是要一路扩张过去啊。所以我觉得他不会停下来。因为纳坦雅胡知道这场战争不能这么快结束，这场战争这么快结束，他就倒霉了，他就马上被司法追杀，所以他不会想要停下来。我觉得纳坦雅胡现在是因为这个碍于外界的这些压力啊，我假装一副好像好，我们也愿意和谈，可是呢，他在想办法把这个和谈搞黄掉，双方又再打起来。我觉得非常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状况。那问题来了，就是现在很多人都发现了。每一次川普在公布重大讯息的时候，都有人内线交易。那白宫现在装的一副要查泄密的是谁？可是问题是，每一次这个内线交易的都有一个名字，叫小川普啊，就他儿子啊。对啊，那你敢抓你的儿子吗？我是相信你不敢抓啊。好，现在这个美伊和谈会不会又在黎巴嫩这一局给破了呢？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继续谈。观众平安，欢迎收看 TBS 新闻大白话，我是王浅秋。美伊谈判今天正在登场，最新的消息，今天有几位重量级来宾一起跟我们讨论这个最大的新闻发展如何。退役中将帅华明将军，浅秋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台大哲学系教授苑举正老师，浅秋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淡大战略所教授李大中老师，主持人好，大家好。大家在看啊，不是上午应该已经抵达了谈判的地点。巴基斯坦吗？那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任何的具体消息？因为呢，光是能够安全抵达现场都保密到家，避免又有这个任何的人谈判代表被炸死的消息啊。因为美伊谈判之前互相还在放话，川普就呛啊，不准在荷姆斯海峡收过路费哦，不永核武那个10点协议的部分，伊朗要提2个条件，他才要谈。双方都在讲。包括了黎巴嫩停火，还有释放伊朗被冻结的资产等等，这些前提条件卡关，一直到出发之前，大家都还不知道到底是不是真的成型。但现在呢，
已经明确的看到了伊朗的议长卡利巴夫抵达了在谈判的这个国家。当时巴基斯坦还特别派了战机升空，画面可以看到有 F-16现踪伊朗港口附近来护航代表团。它这个护航的画面当然是要代表我撑起了保护伞，帮伊朗的官员很安全的保护你，避免你在途中出了什么状况啊？这一个安全保障也才是伊朗官员愿意出来谈判的原因。而伊朗代表团呢，出于安全理由呢，提前的所有行程都没有被披露，谈判的层级一方面也比之前更高了。前2次跟美方谈判的时候，都还是这个议长啊，还是外长啊。那这一次伊朗的议长卡利巴夫亲自代表，被认为是包括重视的程度啊，还有穆吉塔巴所派出来的代表性啊，更加的提升。而画面上可以看到，这次伊朗代表团先前在声明的时候就讲，我们不是来投降的，我们是要巩固我们的胜利的，同时也要讨回公道的。飞机上代表团座位摆得空空的，摆的什么？这个是被炸死的学校的学生。他们的照片还有书包，命名为米纳普168。这个卡利巴夫议长特别发出这个新闻，是看着这一排座位上面放着孩子遇难之后的照片跟书包，是要提醒代表团，我们这一趟来的行程谈判是有意义的，要向这些孩子交代的。所以当伊朗谈判的代表一到有一个重要的中间的关系国，当然就是中国大陆。从川普自己在媒体访问自己讲我听说有中国大陆的角色，到陆陆续续更多的消息出来，虽然大陆方面其实还是相对低调的但是呢，根据卫报指出，中国大陆扮演的关键角色是从旁边鼓励伊朗接受停火，还有承诺谈判代表不会遭到暗杀，巴基斯坦保证不够啦，还有大陆一起加入保证，那么促使伊朗最高领袖穆吉塔巴透过传纸条不敢用手机用这样的方法点头同意暂时停火，才有今天的谈判的契机。伊朗点名外媒说，这个北京会成为停火谈判的关键担保人，这个是另外一个正式担保国的概念。如果包括荷鲁斯海峡等等还有在谈判的协议需要一个担保国，这件事情大陆方面还是低调的，有没有可能是最终促成和平协议的关键力量呢？川普又怎么看？因为美国贸易代表是这样讲的如果中国大陆以违背美国利益的方式来介入的话，伊朗的问题会使局势更复杂化。所以呢，美国努力正在跟中国大陆保持稳定的关系川普马上就要访中啦，那这个时候大陆介入，川普是欢迎，但是你要确保我美国的利益，看起来话是这样讲的。所以美伊双方其实都一样虽然我要跟你谈了，但是都保留着我随时可能重新开打的可能性，包括美军虽然川普一直讲我有信心，伊朗手上根本没有筹码，不过他讲的没有筹码大家都不太相信了啦。为什么？因为伊朗呢没有筹码吗？美国情报局就说还藏了数千枚飞弹，就在地底下无法触及的这个基地里头，所以这个军火库的飞弹还有几千枚啦。这个弹道飞弹随时可以投入使用，那调出来就好。跟川普讲已经把他的飞弹全部炸光了，完全不一样。其实就好像刚刚讲荷姆斯海峡啦，他说叫他不准收钱，可是川普自己又讲我会希望跟这个伊朗成立合资公司，一起收通过荷姆兹海峡的钱，所以到底哪一个版本才是川普要接受的呢？我们往这个商业利益方面来想，会比较符合常理所以当川普说美国为军舰装备填装了这个精良的弹药，准备如果谈判失败马上要打，你们现在还活着是因为我让你们活着，我还愿意谈判，他是这样的发狂语的。所以谈判在即，美军增兵、航母、攻击舰、战斗机全部通通都就位，包括了陆军第82的空降师1500到2000名的士兵就位在附近就是准备万一谈不拢就马上打咯。史诗级的狂怒行动，其实美方已经宣布全面胜利了啦。包括他们发言人在白宫讲的是说，因为我们把飞弹都炸光了我们把这个相关的航道都掌握回来了，所以我们已经胜利了。当光以美国的战机损失一览表，这些红色代表已经被炸毁，无法使用的，黄色当然是受损，这些数量都不是随便吹牛就可以吹出来，就是
受到了严重的损伤。而本港电视台呢也是很难得，从战争发生到现在，公布了很多新的画面，都是针对于美军基地，包括了卡达、乌代德的空军基地被炸毁，像这个预警雷达被炸毁，当然是非常严重啊，它是非常高额的这个金额去盖出来。那为了空中的防卫系统的预警雷达，对中东地区来讲，对美军来讲是很重要的，但同样也被炸毁，严重的受损。将军怎么看接下来现在正在双方已经抵达要进行的美伊谈判？我想，就为了谈判团的安全，也大费周章啊。巴基斯坦出动了飞机，对吧？这个中国也介入，就是说，因为美国以前干的事情啊，伊朗都不太相信。你不讲武德嘛，上次午夜重锤了，跟这个攻打黎巴嫩的，没有一样是信守这个信诺的。第二个，以前谈出来的可以谈的那几个条件呢，我看美国大概不会那么不会那么答应的，所以美国也在积极准备谈判失败以后的做法，就是说拼命的补充弹药，因为我上次在你们节目也讲过，这个在伊朗的战场上，大家在比库存呢。美国是万里迢迢要送武器去，伊朗是在地底下一边打一边还可以生产，所以这个问题倒是说，美国只有虚张声势，到处说他胜利啊，每次数啊，我炸了12000多个目标，又摧毁，我说讲了半天，但是内行人看呢，你炸的是人家乡村啊、都市啊那些房子，伊朗打的都是你比较贵的，打这个基地啊，打飞机了，打飞弹了，打你这个什么海湾饭店呢，就是性价比都是比较高的。所以你说，到底美国人称胜利的定义在哪里？你列出了5个战略目标，是没有一个达成的，所以讲起来是失败的。因为你要说你没牌，那你跟他什么好谈呢？那就接受伊朗投降嘛。那伊朗现在拉的赫姆兹海峡，这个就很难去解决的。我相信啊，中国只能介入你们谈判，中国能帮美国一点点面子的，就是说让伊朗降低一点谈判的这个门槛，让川普能够有面子的脱离这个战场。因为川普现在非常焦虑啊，他的时间不多。5月份要跟中国跟美国要谈判，内部的事情5大难关一个都没有办法过，其中选又迫近在场，所以他很想脱离战场，但是呢，脱离战场又没有一个漂亮的借口，我到底是赢了呢，还是落荒而逃？已经在铺陈了，一直说赢了。对，所以他的副总统也好，他的参谋本部也好，一再宣传打这个。最大的问题，美国准备2个后手，就是第二个，所谓把你打到石器时代，那也是靠战斧飞弹，靠飞机轰炸，所以他拼命在补弹药。另外一个后手呢，就是地面部队要进去。我是觉得美国不敢用地面部队去，因为这一次抢救飞行员是一个战场，另外2架这个 C-13洞带了将近快200个特种部队，还有100多架飞机去突袭那个想去挖人家的这个浓缩铀，结果是失败的，飞机也被打了，人也受伤了，铀也没有挖到。这就是一个小型的典型的地面作战的一个征候。如果这个你用最精良的这个特种部队，用大批的空中掩护让它降落在那边，居然没有达成任务，那海军陆战队跟巴尔空降师跟人家正规军正面对仗，你有胜算吗？所以美国最怕的就是陷入战争的泥淖，因为美国的 MAGA 已经是对川普这个行为很反对。当初你号召这些贫下中农的这个劳动阶层的 MAGA 的群众，你给他们的承诺是，我不参加国际的战争，我把国内的经济搞好，把所有工厂叫回来，让你们都有就职的这个可能。但这个2个东西，看你川普所作所为，没有一样达成。关税打成这个样子，海外投资跟工厂并没有回来，这些人还是没有。
定个马上需要的大豆肥料又遥遥无期，还看你五月份跟中国谈的怎么样。所以，川普现在面临是内忧外患，伊朗脱不了手，为什么？以色列还在那里拼命把你拖在那里。你只要和谈有那么一点苗头，以色列就大批的空军轰炸，破坏你和谈的这个场景。比如说黎巴嫩，黎巴嫩本来是在协议里面是应该停火的，那以色列为什么要打？以色列就是要把加沙走廊跟黎巴嫩两边的房子全炸光，这个我们下一题就要谈。清空是让你老百姓难民回不来。那这个地方我就是领土扩大，安全性获得保障，这就是以色列现在做的事。阳谋，大家都看到了，所以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你不要以为川普讲加沙走廊建豪华别墅，这也是有阴谋的。因为你盖豪华别墅啊，穷人住不起的，那也就是这个恐怖分子也不可能进来了。所以这个问题，你不要以为是个笑话，他有想法的。现在打黎巴嫩就是这个，为什么通通把黎巴嫩所有的房屋住宅全部炸光？40公里，因为黎巴嫩对付格兰亥就是用火箭炮，火箭炮的射程就是40公里，所以他必须要把黎巴嫩向南推40公里。这个看起来3个国家的阳谋都很清楚。好，这一期我们下一个题目就来发挥。岳老师，其实伊朗这一次出来谈判，他的摆出来的姿态是非常悲壮的，但对于谈判结果有没有可能乐观，大家都不太敢抱持太过正面的期待嘛？我是教伦理学的哈，在这个飞机上面前面讲到是一个地点加死亡的人数啊，就是米纳普168，现在确定啊，那个2月28号的美国那一颗钻地弹打到那个女子小学。死掉的168个7到10岁的小女孩，我相信啊，任何人呢，听到这个消息，如果这个炸弹是炸在美国的话呢，美国就疯了。我告诉你，伊朗的话呢，其实基本上也是疯了，只是说大欺小没有办法。我在看这场战争的时候啊，出现了一个邪恶与正义之间的对争，我非常看不起美国人，因为美国人选出来的总统，你知道他同时在讲什么话？他表示正在为军舰装填精良弹药，以备谈判施判。这些武器甚至比我们之前用来打垮他们的实际使用的时候还好。168个小女孩杀的还不够吗？你为什么要这么邪恶呢？你为什么要做这种事情呢？你为什么要听以色列的话呢？以色列做的事情也不够邪恶吗？这个是第一个哈，就是说你要看这场战争的时候，你要有一点良心啊，因为我们隔得很远，10万8千里，我们要谈论事情的时候，我们不是谈美国跟以色列有多伟大、多厉害啊，我们要这世界上有没有公理正义啊？对不对？我们没有公理正义的话呢，我们要活着干嘛？对不对？这是什么事情啊？那个川普干的事情的话呢，大家都不谴责啊，对不对？你碰到什么留美的回来呢，拿着美国护照跟他讲说，你真是来自一个不要脸的国家啊！你自己要这种感觉啊，因为这是我们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原因啊。我就教这个的嘛，要不然我课怎么教的？人类文明的底线呢？这个最基本的嘛，168个小女孩，你说是168个伊朗的这种自杀式炸弹客，那死有余辜啊，对不对？他也愿意殉难，但那小女孩人家是上课，而且为了摆出来照片，我都不忍心看的，有照片有书包啊，放在第一排啊，他什么心情啊，对吧？负责谈判，谈什么东西呢？这个谈判这个不可能成功。我跟你讲，这个中东的局势一定是打打停停啊，这个没有办法。然后另外讲话呢，这个他们这派出来的这个议长啊，就是卡利巴夫啊，原来是美国指定的，就是说要政权更迭里面的重要代表人物，卡利巴夫啊。另外他们的总统叫佩泽西奇扬啊，就他们比较支持美国的，原来这样。2月28号一打完以后，伊朗全部变成你把温和派干掉了，剩下的话呢，这个穆杰塔巴的话带着所有的人啊，你谈判的时候呢都没有人敢叛国，因为这个国家已经面对了一寸山河一寸血的这种处境。基本上就没有办法了。那伊朗现在的话呢，那出现了一个重要的变数，就美国今天也漏了消息了，就是看样子的话呢，俄罗斯跟中国的话呢是有帮助他。那中国讲说你拿出证据来啊，对不对？那俄罗斯的话，人家就不怕你啊，就是，那你本来就是大欺小啊。这个是全世界动武最频繁的2个国家，美国加以色列，那欺负一个被制裁47年的国家，对不对？然后呢，那个荷姆兹海峡，人家原来是通的，你现在突然让他想通了。我觉得说这个美国搞到现在，这个不是单纯的内忧外患的问题而已啊，也不是说是单纯的这个川普本身，因为他们做的是一件不道德的事情，要新闻评论当中要谴责的事情。
而且你最重要的事情，人家有人家自己的宗教跟他的政权。1979年的话呢，伊朗是98%的人选了霍梅尼啊。那个时候我19岁啊，我们印象中非常清楚啊。伊朗要做这种选择的话呢，那你呢一下子的话呢，采取这个庇护的措施，把巴勒维这个国王带到美国去了。所以说，伊朗的民众才非常生气啊。那巴勒维在我们这边国家干了什么事情，你难道不知道吗？啊，你现在的话呢，就要保护他，然后这次还想派巴勒维的儿子回来搞政权更迭，你个做梦啊你！他钟老师的确对于这次谈判哦，早上到现在我们没有看到任何进一步的消息，到底谈的怎么样？有没有真的谈的成功的可能？其实真的大家不太敢乐观啦。对，应该这是很脆弱一个谈判啊。但是重点是，我觉得美国跟这个伊朗目前都是摆出以胜利者的姿态去谈判，但伊朗多一点，他认为他也是无辜的受害者。但是我为什么会说双方看起来是有一点点的期待跟诚意的？因为从双方代表团的规模来看，看得出来，有媒体报道说，伊朗大概是代表团71人。里面扣掉这个安全人员、幕僚之外啊，他主要谈判当然就是刚刚讲国会议长、外交部长、外交部的副部长、外交部发言人，还有这个国防委员会的秘书，最高国安委员会的重要的一个干部，还有什么？我觉得一个很关键，就是中央银行的行长去。为什么？因为这是伊朗提出的谈判的要求，必须要解除对伊朗的制裁，还有海外资产冻结。所以以这点来看，伊朗我觉得他还是有一些认真啊，希望能够谈出一个结果要求。对，这是他很重要的一个要求。那美国方面呢，其实也是精锐尽出哈，因为过去在这个谈判里面，其实就是中东特使魏科夫加上女婿库奇纳，但是现在呢，有一个本来应该是反对这场战争的副总统万斯带队，所以这也有可能是提高了位阶。还有一说，中央司令部的司令也在这团队当中啊。当然，美方团队看起来是浩浩荡荡，因为300人里面很大部分是维安。好，所以要看最后的谈判结果，还是有变数的哈，但是也不至于完全100%的悲观。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是巴基斯坦？大家会不会很好奇？我觉得，因为像巴基斯坦这样的国家，在国际关系里面，他们是属于中等强权，并不是首屈一指强权。基本上，他们的能耐在哪里？它优势就是双方对他信任，还有海湾国家支持、海外国家支持，而且有安全感，而且他对美伊两边都不具有威胁性。但是阿曼有没有这样的地位？过去阿曼是类似这样角色，但阿曼谈判是失败的。但是巴基斯坦有个强处就是，我觉得川普更加的喜欢他了，就是总理夏利夫跟这所谓的穆里尔陆军参谋长元帅，他们在去年9月份的时候去了白宫，当时是川普副总统范斯还有这国务卿一起见他，看起来是相见欢的，所以这也可能是一个过去阿曼没有的优势，但在川普心中认为这值得一个肯定。那历史上类似这种国家谈判成功、调停成功例子其实也有，比如说90年代初期，挪威曾经调停以色列跟巴勒斯坦奥斯陆协议，挪威也是中等强权。还有1979年伊朗人质危机444天，最后调停成功的是谁？一样中等强权阿尔及利亚。阿尔及利亚角色跟现在的这个巴基斯坦有若干相符之处，就双方信任他，所以我们就拭目以待。刚刚将军特别提到以色列，因为以色列就是这一次伊朗跟美国谈判里最不希望谈判成功的国家。从双方说要停火，结果还要一直的轰炸黎巴嫩。其实就算到昨天说川普已经亲自打电话叫以色列你不要再打黎巴嫩了，现在陆续还是有零星的战火互相在轰炸当中，甚至以色列驻美国的大使莱特还公开表示，他跟黎巴嫩外长通话的时候，明确告诉对方，就算以色列跟黎巴嫩进行谈判也不准备停止与真主党的作战，就直接撂话了，也不管川普是不是叫他们暂时不要打了因为以色列空袭光是8号那一天非常的惨烈除了又增加13死。过去这样算一算，加起来这段时间以来，光是这2天，就已经造成了357人的死亡，而且大多都是平民，还有1223人受伤。这些被炸毁了一片片的断垣残壁，不是军事设施，都是民生设施，也有一些
住宅，那一般的老百姓，那么所以对黎巴嫩来讲，光是南部城市纳巴迪耶这里呢，都还有这个是安全部队丧命、军事设施以外，一般平民的损伤已经到达了300多人这样的命运。而黎巴嫩的这个战场，以色列公布空袭真主党的阵地画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也是反击之下的结果。他们也公布各种摧毁武器库啊，还有多名武装分子啊等等的，表示黎巴嫩也没有在示弱的哦，也要继续打下去。曾经一度为了这个不断的攻击黎巴嫩的关系，伊朗要退出谈判的，但现在伊朗已经进到了谈判桌，所以黎巴嫩这个攻击看起来以色列会停吗？还是他会继续用这个方式来阻止谈判的进行呢？真主党也还向以色列的城市发动的火箭风暴，巨大火球破坏的景象画面非常的惊人哦。这个是30枚火箭袭击以色列的北部地区。从这段时间以来，我看以色列包括被伊朗啊、被黎巴嫩攻打的这个画面，已经真的数量越来越多。那么至少响起29次的空袭警报，造成4个人受伤。真主党的火箭袭击了损毁以色列一座拥有1500年历史的教堂。这次在中东国家啊，这种千年古迹太多了啊，变成断垣残壁。人类文明在这一刻就是一个荒谬，更就是一个无力的破坏。那么真主党还说，用飞弹袭击了以色列海军杜德海军基地。他的声明说，鉴于敌人违反停火协定继续打，所以必须要用导弹来袭击，代表他们的愤怒。那么，甚至真主党加强使用 FPV 的无人机去攻击黎巴嫩境内的以色列国防军。哇，这些画面一再的看到的画面都是主动公布在这个社群或者是媒体上的，所以光是看这一辆D9卡特比勒装甲车啊，类似的这样重兵的战车被攻击的画面，都是在告诉大家说，真主党这边也不是吃素的啦，也是可以继续回击以色列。光是这个战火要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停？还是说美国拍拍屁股走了，以色列跟真主党跟伊朗继续自己打吗？那么当然，对于以色列近来一连串的攻击，从加沙走廊到现在，最近又有这么多平民老百姓被攻击，连西班牙连教宗啊，很多国家都出面来谴责了。而西班牙的谴责让纳塔雅胡非常不开心，他甚至直接下令把西班牙代表从基里亚特加特的一个协调中心给赶出去，把人家的代表赶出去。那谴责西班牙企图对以色列发动政治战争的国家都必须立即付出代价。哇，非常的强悍，包括了南韩李在明一向是这个多边主义政策，这次也出来杠上以色列。他说在社群 S 上特别分享一段影片，指控其实这个大概已经是2024年的时候发生的事情哦，在屋顶上把一个孩童，以色列的军队孩童屋顶把他推下来的画面，但是当时这个画面看起来他已经死亡，但是这种推下去，然后平民老百姓儿童的死伤，他认为这跟犹太大屠杀或战时的杀害有什么不一样呢？那这种谴责呢，以色列外交部还特别发文啊，在犹太屠杀纪念日前发表淡化犹太大屠杀的言论是不可接受的，给予强烈谴责。还有说这个内容是被栽赃啊等等误会啦。但目前为止，他还在进行黎巴嫩屠杀呀，所以李在明也再度的回应哦，对于全球指责以色列这些反人权的行为，应该以色列要反省的，它的结果跟回应却是让人非常的失望。将军，看看以色列，像以色列这种，我跟你讲，世界各国打仗，重点都是攻击对方的军队或者是补给线，那是为了战争的进行，没有说对老百姓跟民防做大规模的摧毁，这个已经激起人类的公愤了。就是说，不管教宗也好，很多国家，包含韩国，都发出了谴责，你这种不是为了求得战争的胜利，你是要种族歼灭的这个行为。以色列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他最大的敌人是伊朗，中间又隔了很远，他打伊朗只能用空中攻击。那以色列的领土从当年英国划给他的时候，他现在已经扩张了4倍，扩张4倍就会接触到这个恐怖分子的那个加沙走廊那边的，跟真主党的区域，他为了要解除自己两侧的安全，他用了一招很毒的一个手段。你不是说跟他打赢了谈判，不是，干脆叫做坚壁清野，
把这个黎南的这个40公里房子都给你炸光，全部灭了。对巴勒斯坦的做法一样，说盖高级住宅不是盖高级住宅，因为把这个地方清空以后，只要派兵驻守卡在那个边境线，它的安全，以色列本身的安全就已经获得比较不受骚扰。但是对伊朗，它是一定要趁现在美国跟伊朗的谈判还没有成的时候，我尽量把你打到你爬不起来的地步，就是说，包含你的，我是没办法消灭你的核能和铀，连美国都没办法。但是他要把你所有基础设施跟人类生活的必要条件，通通给你摧毁，就是让你10年、20年爬不起来。这就是以色列的企图，这也引起了大家的共愤，因为你这种不让和谈能够进行，拖到美国的大腿，陷入这个战争的漩涡，全世界都因为石油的问题受到伤害。霍姆兹海峡3000多条船进不了、出不去，再加上曼德海峡，因为沙烏地阿拉伯有一条1200公里的油管，弄到曼德海峡里面照样可以出口。现在伊朗也用无人机把这个油管给你炸了，因为油管是一定要有很多加压站才能把石油输到这个曼德海峡里面运出去。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说，伊朗的态度就是说，事情要闹就闹大，闹到全世界都认为你美国这样是不正当的，以色列不正当，这是伊朗的战略思考。所以这个问题就变成美国想脱手欲罢不能，只能用嘘声恐吓，我下面还要补充精良的弹药再打你，还有海军陆战队空降师，但这2招啊，顶多是在加强轰炸。因为现在越是在吹牛自己的战果多丰硕，越代表你心虚想撤离了。因为马上中美的谈判要开始了，马上期中选要开始了，马上美国的经济通货膨胀开始了，关税的后遗症开始了，还有性丑闻的事情也开始了，他当然急着要脱身。现在脱身找不到一个比较华丽的这个战果来掩饰他的这个失败，所以拼命在吹。那现在人家的把，你不是空军无敌吗？ MQ9 的这个无人机炸掉24架，伊朗你不是很强吗？马卡瓦的战车也被打了20辆，所以这个战争，在我认为没有那么快，而且这个谈判只是中间有些条件的 bargain， 上下差异太大了，差异太大，不会那么快停。岳老师，以色列的角色哦，他继续这样的攻击跟屠杀，是对民众的社区，甚至人民一般的民众。那当然，现在是要跟全世界为敌了吗？连川普跟他讲的话都 hold 不住他了。我刚刚把美国说了一顿，好，美国是无意识就这么坏，那以色列的话是有意识的要干坏人，啊，有意识要干坏人跟无意识的干坏人是有差别的啊。无意识干坏人是无知啊，有意识干坏人的话可能有知识，但是他就要扮演这个魔鬼的角色。我现在这边要让大家稍微了解一下黎巴嫩跟以色列的关系啊。黎巴嫩的首都叫贝鲁特啊。在1945年的时候啊，贝鲁特是世界上少有的同时当过法国就是英国的殖民地啊，所以那边呢，我遇到过很多这个黎巴嫩人，尤其是来自贝鲁特，他们的英文跟法文都非常流利啊。小巴黎，对，东方的小巴黎。到了1970年代的时候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全世界最漂亮就是地中海沿岸了啊。你如果到了希腊或到了法国南部的话，你就了解我讲的意思啊。那可是呢，遗憾的是，1948年成立了以色列，当时有70万的巴勒斯坦的难民跑出来，有10万人进了黎巴嫩啊，那个时候的话呢，这个巴勒斯坦人进了黎巴嫩的时候呢，黎巴嫩会感觉到大家都是中东的阿拉伯种人啊，这个搞清楚啊。但是呢，黎巴嫩的基督徒是1万以上啊，当时，所以呢就会想出来他们的政权的分配的话，就是1/2是基督徒的，然后1/4什叶派的，1/4逊尼派的啊。然后这个时候呢，那个巴勒斯坦的这个游击队呢，在这个黎巴嫩的话呢，残据南部，也就是以色列北部啊，就是不断的壮大啊，壮大的结果，他们自己称之为这个赫兹布拉，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真主党。那么在这样子的情况下的话呢，对以色列构成了一个非常大的威胁，长期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因为什么呢？因为这里头的不要命人非常多。从1975年开始，他们就用自杀式的卡车先炸。大家不知道记不记得，黎巴嫩有一次联合国的维和部队一次被这个真主党炸死了300多人了。
你去翻翻这个记录就知道。然后呢，这个真主党呢是里面以什叶派的教徒为主。我必须要再强调一件事情，这个中东地区啊，那个最带种的就是什叶派教徒，就是伊朗的这一派啊。然后这沿下来的话，反抗之虎都是什叶派的人。然后这个逊尼派的人的话，大部分都戴着太阳眼镜，开法拉利啊什么的，那这个感觉上就是很不一样。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这个真主党在2000年的时候，居然干了一件事情，让以色列发动了好几次向北对这个黎巴嫩的战争以后，居然打到最后，以色列主动2000年的时候撤军。那被这个巴勒斯坦人也好，阿拉伯人也好，视之为难得一次的胜利，因为以色列在没有附带任何条件的情况下撤军，对以色列的军人来讲的话，也是耻辱。所以大家要了解，这里面的话我讲了3个重点，让大家可以非常明白这意思。第一件事情的话呢，以色列现在攻击的死掉357人的地方是他的黎巴嫩的首都贝鲁特，贝鲁特跟这个真主党不一定有关系，可能没什么直接关系。然后第二点的话呢，真主党在黎巴嫩是一个合法的政党啊，但是它是国中之国，那黎巴嫩拿来一点办法都没有。然后第3点的话呢，这个轰炸以色列轰炸死这么多人，目的是有意思，要干什么呢？要拆开，要跟黎巴嫩谈。啊，你们要怎么来跟我们把这个边界的地区你画出来，让我来攻击你，以后你就不会死人了。那另外的话呢，美国跟伊朗谈，以色列跟黎巴嫩谈，就要把它拆开，把它力量减弱。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伊朗的话呢，它底下培养出来就是大家都会觉得美国跟以色列干得太过火了，所以不但是伊朗的全民动员，然后旁边的这个伊拉克的什叶派，伊拉克的majority 啊，就他的多数人是什叶派，然后这个他的叙利亚的民兵也要开始动员了，然后那个黎巴嫩也是情况到这里，然后再加上这个原来的胡塞武装啊，胡塞武装也是个叛乱团体啊，它叫也门，但它是个政府打不倒的叛乱团体。那另外再加上哈马斯也并没有完全被消灭，所以刚好把以色列围起来了，所以以色列就要把你分开。大中老师的确2天后啦，黎巴嫩跟以色列谈判即将要在美国登场。那现在伊朗跟今天的谈判怎么样还不知道，当然也会牵动接下来以色列的谈判。对，4月14号，这谈判地点应该是在美国国务院哈，就是以色列跟这个黎巴嫩的政府，并不是以色列跟真主党谈判，并不是这样子。那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刚才像有提到说哈，这个黎巴嫩的这个发展啊缘起，其实跟这黎巴嫩当时内战相关哈，它是为了要对抗所谓的以色列入侵黎巴嫩。但是在黎巴嫩内战结束之后啊，其实它是唯一当时被允许拥有自己武装的民兵团体，而且就像刚才所提到，它也有进入国会选举，而且通常会有这个内阁的这个席次。但是就像刚刚岳老师所说，有点是国中之国哈。但是这一次在3月份的时候，其实黎巴嫩政府又再次讲，因为这个真主党去帮助伊朗去攻打这个怎么讲，攻打这个以色列对，所以那个黎巴嫩政府又再次要求说你要解除你的武装等等，但是我们都知道不可能。但真主党的势力还是很大，因为黎巴嫩的正规部队政府军也不是7万到8万人规模，可是真主党一般被判断是4到5万人，它等于是有非常强大武力。那而且大家会最在意它的地方是它的火箭的数目非常多，大概有10几万，而且它的射程是数公里到数十公里到100公里到200公里，所以基本上它可以打到以色列几乎是全境。那在这1-2年的这个战争当中，它当然有一些损伤战损，但是一般来讲，它的能力并没有被完全的废掉，所以这是以色列会为什么那么积极去发动攻击的原因。所以这一次我们可以看到，在228之后，其实以色列现在往南推因为一般来讲，真主党的主要它的这个最精锐部队叫做拉万德部队，它是驻守在所谓的蓝线，就是这个黎巴嫩、南境跟以色列接壤的地带。蓝色这条线，但是呢，现在以色列是往前推推到这个塔尼河以北数十公里，它建立所谓的缓冲区，当然是为了减少真主党对它的攻击。那另外一个就是这个黎巴嫩真主党，它还有地方是在这个所谓的这个贝鲁特的南境，基本上是它的政治上的大本营通讯的所谓的中心。那还有它很多的这个部队是放在这个黎巴嫩的东
东南境里面，这里主要是它的训练中心，还有所谓它的一个军事后勤的基地，以及储存所有的弹药。所以说4月14号开始，到底会有怎么样的谈判，不得而知。但以色列已经把话讲得很明白，谈判归谈判，但是要我们去终止打击黎巴嫩真主党，这是两回事，一点关系都没有。应该是以色列希望还是要求黎巴嫩政府去做对真主党约束，但老实说，应该是做不太到。因为是国中之国，而且真主党在黎巴嫩的这个政治圈里面还是有一定程度的这个高度的支持所以这是很难的地方。但是目前已经有基本的接触，我们就看4月14号在美国的谈判到底如何。